这节课咱做玳瑁款啊，我们先偷偷的做一个这个暖香玉的这个感觉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打底啊。老师的这几个款其实难度都挺大的啊，宝子们。第一个款的话不加白色，其实是一个款啊，不加白色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晕染款。宝贝们可以把这整个的一个教程分解去学习，你不要照着我这个一个片一个片操作，你做不了的。老师教你的第一个片片你先做好，再做第二个，再做这个啊，一点点来。好，稍等。好，然后咱磨砂封层给它来一层。好，稍等。磨砂封层一定要照透哦，照足1分钟啊，宝子们。好，来了。磨砂封层照好灯，咱看一下这个玳瑁的款式，咱们用到咖色和这个黑色，还会用到这个浅一点、这个红一点的这个咖色啊。之前这个咖色我们取出来过在这儿，然后这个红一点的咖色取出来在这儿，还有黑色，这个咖色我们再取一点，就有点泛黄的那种。黑色咱们也取出来一些，这个黑色你看就有透感的黑，所以这个就很好看。这个颜色很浓缩，宝宝们切记晕染的时候少取一点点就出感觉啊，不要一大片一大片的上啊。老师在直播间演示是不是让视觉效果冲击感强？有的颜色适合很重，有的我们大部分晕染其实还是冰透啊，冰透。好，来我们老师先讲一下玳瑁的色块，它是那种很立体，好像这个色块是从很下面一直反上来的感觉，下面是比较咖的，然后反到上面是有点黑的。好，我们大概分3步去做它。第一步，我们先取这个浅一点点的这个红色，加一点点这个深咖，浅一点点这个咖红色，加一点点这个深咖啊，就是让这个深咖呢稍微有一点点暖调。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色块，老师说过啊，一点点就浅浅的这个，第一步铺的时候我们叫浅浅的啊。然后色块不会构图的话，宝贝们以3角定位为主啊，我们随便2个地方做2个色块，这里，那下一块我们可以加在这儿，也可以加在这儿。看啊，就加在这儿了啊。OK， 这是浅色，我们面积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啊。然后注意老师的动作，这个边缘有很清晰的地方，但也要有晕开的地方。它不是所有这一个色块4周全都是很清晰的，我们可以给它揉一揉，让它这个看这个渐变过渡自然。这样子，像这个的话，这里我就给它揉一揉，这个笔不要太湿啊。这个这里我就揉一揉，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讲比较大，你就可以再多点2块。然后第2步，我们就取这个咖色，使一点这个咖色，不要取它了啊，还是以渐变色的这个方式。我们在原来色块的面积里边偏一点的位置去加。
再加点颜色啊，颜色这一步让它稍微重咖一点啊，然后方向都是不同的啊。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色块打开的方向是不同的。你看这个色块打开的方向在这边，这个色块打开的方向在这边。那这个原来浅浅的位置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上第二步的时候往侧边偏一偏，这里也是啊，就不要把它下边整个全都占据。深的位置可以让它深一点，啊，深的位置可以让它深一点，但是一定要压开的方向啊。到第二步，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位置加小小的小色块，也是压开的感觉啊。到第二步，第一步不要用那个红咖的那个浅浅的红咖去做这个动作啊。这样的色块 ，OK。第三步很关键，第三步我们用黑色。笔取干净它，直接就黑色就好了。黑色重一点上没有关系啊。在这个色块再跑偏的位置，我们去带一块黑。这个黑宝子们啊，可以再带出它比较直角、比较硬朗、死板、刻板的这种色块的感觉啊，看到吗？这里是啊，我偏的离谱，跑到这儿来加，不够黑就再去加颜色，黑一点啊，给它。甚至我们可以给它这样带出形状各异的感觉。但是它水彩的就很容易出那种很直的线啊，这种边框感很强烈的那种感觉。层层叠加也不需要去找平。这里我偏的离谱，我跑这儿来加。看到吧？然后第三步，我们可以小小的去点缀一下空白的地方啊，就是比较空的位置。也可以很浅啊，黑的地方很浅，就有点灰黑的感觉。一定要够黑哦，不黑不出效果哦。这样斑驳就自然了，是不是？好，这个时候啊，刚刚打底的颜色取出来，放在调色盘上。给我调色盘压这下边，一点点啊。然后咱就取个小笔，揉这么一丢丢，给它局部的色块边缘，可以给它压一点点颜色，比如说这里边缘色块边缘啊，不要把整个色块全挡上啊，宝子，这本身就是透焦。局部压一点，透焦的话，它就边缘它就不会有什么刷痕，就很自然啊，有压住有透出的这个感觉了。好，照灯。
好，照好灯之后，我们给它包底胶，然后再封层啊。老师直接封了啊，看，这一个小玳瑁的款式，上手贼辣的日式高级啊。老好看了，OK，照灯。